當年5星紅旗僅得5票，3號作品卻拿了342票，為什麼落選的反而成了國旗？1949年渡江戰役勝利後，蔣介石國民政府敗退台灣已成定局，新中國呼之欲出，可擺在眼前的頭等大事就是國旗。今天的5星紅旗是上海工人岑連松老先生設計的，5顆星星，大星代表中国共產黨，4顆小星圍着它，象徵當時國內的工人、農民、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4個階級緊密團結在黨的周圍。從今天的眼光看，這設計既簡潔又深刻，堪稱絕妙。可你知道嗎？當年投票那會兒，5星紅旗壓根兒不是首選，甚至差點就沒選上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？1949年7月14日，中央一声令下，各大報紙同時刊登启事，面向全國徵集國旗、國徽和國歌。新中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，國旗、國歌自然也得由人民來定。告示一出，应者雲集，來自天南海北的設計稿堆成了小山，其中就有曾連松的5星紅旗。稿子收上來了，可到底選哪面？當時人大尚未成立，由政协代行职權，投票決定国旗方案。投票結果一出來，令人大跌眼鏡，5星紅旗當時編為副字第32號，贊成票僅有区5票，只佔到與會代表的 1%， 而另一面副字第3號旗幟卻拿到了342票，超過半數，成為國旗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兒。這面旗什麼樣？左上角1顆星星，中間偏上橫着一條黃帶，象徵黃河。審美上講確實不錯，可就在他即將通過時，張治中站了出來，說了句大實話。他認為這條黃帶雖然寓意好，可視覺上把國旗一分為2，看起來像分割。當時國民黨雖然敗局已定，但在西南仍有地盤，之前也曾有過劃江而治的打算。張治中自己就是當年國民黨派來和談的代表之一，深知這其中的敏感。他說，在這個節骨眼上選一面帶分割意味的旗幟做國旗，容易給人可乘之機。毛主席和在場的委員們一聽，覺得確有道理，於是原本呼聲最高的副字第3號就這麼被否決了。那後來怎麼又輪到5星紅旗了呢？還是張治中的力挺起了作用。他說，5星紅旗的設計寓意鮮明，4顆小星環繞1顆大星，象徵着全國各階層緊緊團結在共產黨周圍，共同建設新中國，簡潔明了有氣勢，振合新中國的氣象。這番話打動了在場不少人。副字第3號落選後，委員們重新考慮，5星紅旗漸漸贏得了認同，最終高票通過，成為法定的國旗。不過我們今天看到的5星紅旗和曾连松当年交上來的原版還有點區別，原版的大五角星裡頭還畫着鐮刀和斧頭，象徵工農聯盟，但委員們討論後決定把它去掉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當時世界上不止中國一個社会主義國家，北邊還有個老大哥蘇聯，人家國旗左上角就是鐮刀斧頭加五角星。我們要是再放上鐮刀斧头，未免太像了。新中国要走的是一条獨立自主的道路，國旗也要有我們自己的特色，去掉鐮刀斧头，只保留五角星，既保留了核心寓意，也做出了本质区分。從当年只拿5票，到如今成為億萬國人心中的骄傲，5星紅旗的逆襲不是偶然，它背後是張治中敏銳的政治眼光，是政協委員們的認真權衡，更是新中国追求獨立、團結、自強的初心旗帜定了，人心也就定了。這面紅旗早已不只是一塊布，而是我們偉大祖國最具體的象徵。